滨海战斗舰曾被捧为美国对华的一种军事威慑力量，但从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传动齿轮存在材料上的缺陷、反潜作战任务模块组件使用问题被曝光而逐渐淡出人们视线后，另一型独立级滨海战斗舰日前也被美媒曝光，过半舰只存在结构性缺陷，使得美国海军下令严格限制其航行速度和适应海况，以免扩大舰体存在的裂缝。作为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进行由海向陆战略调整的产物，美滨海战斗舰自服役起一直面临众多问题，甚至不得不提前退役，这也让美军十分难堪。美国防务新闻周三披露，根据海军时报获得并得到海事官员证实的内部记录，美国海军有近半的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中存在结构性缺陷，导致多艘舰艇出现船体裂缝，海上航行速度受限。美国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发言人艾伦·巴里伯在声明中表示，2019年年底首次发现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上的结构高应力区域存在裂缝，特别是该级2号舰科罗纳多号的问题最为明显。根据巴里伯的说法，现役13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中已经有6艘出现这种裂缝。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奥马哈号也是船体出现裂缝的船只之一。受此影响，奥马哈号被禁止在4级海况，也就是最高海浪高度为2.5米的情况下，以每小时15节以上的速度行驶。但太平洋的天气和海洋条件普遍超过了奥马哈号的耐波极限，这意味着该舰的实际作战能力堪忧。4级海况实际上并不是很大的一个海况情况，15节啊，这是非常低的一个航速，那就意味着呢，独立级滨海战斗舰呢，基本上在战时不会执行了什么样作战任务的。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消息揭露之际，美国海军仍在处理自由级滨海战斗舰的动力系统缺陷问题。美海军部门领导人试图提前数年让这些滨海战斗舰退役。作为美国海军原先为21世纪海战设计的新概念战舰，滨海战斗舰包括2个变种，采用传统舰型设计的自由级和3体船舰型的独立级。美国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杨范托尔说，滨海战斗舰2个变形都存在严重问题的事实令人震惊。自由级的问题是动力系统的齿轮箱长期存在问题，导致多艘舰艇在巡航中趴窝。2013年4月，自由级滨海战斗舰首舰自由号被派驻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，被外界普遍视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部分。不过，初来乍到的自由号似乎有些水土不服。同年7月，就因再次出现电力故障而不得不临时退出新加坡联合军演。而如今，独立级又被爆出存在结构性问题。如此严重的故障现状，给美国海军提出了一个难题：是否还值得花费重金和时间对整个滨海战斗舰进行全面更新和维修？据美国白宫公布的2023财年国防预算报告显示，美海军要求将包括9艘自由级滨海战舰在内的24艘船舰退役，以节省约36亿美元的经费。去年7月，美军已将服役仅11年的独立号滨海战斗舰退役，随后又在9月底将服役仅13年的自由号退出现役。而这些不同的滨海战斗舰原计划都可以服役约25年。滨海战斗舰在当年设计的时候，它主要是在别人的家门口去进行作战嘛。然而呢，时间的推移技术的发展呢，让美国海军发现自己原先的想法是落空了。那对方的防御能力是越来越强，那么使得呢滨海战斗舰呢在近海基本上很难去进行活动了。再加上呢，使用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的缺陷，技术上的这些问题，美国海军的对此就是越来越不满意。为此，近年来，美国海军逐步缩减其建造规模，并不断增派航母驱逐舰以及核潜艇等重器到亚太，以求重新掌握该地区的主导权和军事主动权。但这样做也给本地区的安全带来更大风险。近几年来，美军巡洋舰、驱逐舰连续在亚太发生撞船事故。去年10月，美军核动力潜艇康涅狄格号就在南海发生了严重的水下撞击事件。外界预计至少1年时间才能完全修好，之后还必须经过测试等一系列程序，才能重新投入战备，并恢复在亚太部署。今年1月，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高调在南海演习的第一天，一架 F-35C 舰载机就在着舰时发生事故，造成7人受伤，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。对此，中国国防部早前回应称，这一系列事件说明美方不仅没有成为航行和飞越自由的维护者，反而成了麻烦制造者和事故制造者。我们认为，南海理应成为和平之海、
友谊之海、合作之海，而不是个别国家好勇斗狠的狂野西部。美方应立即停止长期以来实施的大范围、高频度军事活动，否则损害的不仅是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，也终将危及自身诚信和人员安全。